我不说的话，大家能看出来这里是哪里吗？这里竟然是杭州西湖，跟我心目中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可能会有人好奇我们为什么会突然跑来杭州，其实主要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们要去看黑神话悟空的艺术展，第二个目的就是有很多人给我推荐过杭州的西湖醋鱼，我真的太好奇它是什么味道了。这一次绝对要来尝一尝最本地最地道的杭州西湖醋鱼。我们这次来杭州的话，小夏是开车过来的，然后杭州市中心的停车费普遍都要20块钱、15块钱1小时，然后我们找了一个20块钱1小时停车场，竟然限宽1.9米，我们停不进去。之后我们找了马路对面一个停车场，就在马路对面，这条路我们走了整整20分钟。今天我们要来吃西湖醋鱼的饭店叫做杭州酒家，他家人还挺多的，我们排了1个小时队才吃上，但是他们家的价格还真让我挺出乎意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觉着贵吗？就在一个杭州西湖旁边，停车费20块钱1小时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合理，也就是跟青岛一个普通的饭店价格差不多。我觉着这个糖醋里脊的话是22块钱，这个藕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是它这个醋味是那种老醋的味道，我闻起来特别冲，非常冲的那种醋的味道，竟然会有一点点的焦糊味，而且它的主导味道是以甜为主。虽然闻起来酸味很冲，但是吃起来还是以甜为主。我觉得这个糖醋里脊很好吃。今天最正点的菜来了，西湖醋鱼，带料汁的，鸡筋，一烧了汁。OK。加油！加油！加油！我靠！加油！它这个料汁，我觉着我吃了一口姜醋在我嘴里，是吧？姜味特别重，超级重的姜味。看不到姜，为什么感觉全是姜味儿？是吧？里面应该没有姜，我觉着。就一开始是很冲的酸跟姜的味道，然后刚好一点的时候，那个腥味儿让我一下子就要哕了。大家来杭州一定要尝这个西湖醋鱼，越吃越上头，吃了直冲天灵盖，真的得尝一尝，不吃白来一趟杭州。就是吃了后悔3天，不吃后悔一辈子，上头了。这么甜的鱼肉吃起来，完美的激发它的腥味。完美激发它的腥味。真的不好吃，真的不好吃。我觉着西湖醋鱼已经不在好吃不好吃的范畴内了。刚吃的时候就是一股很酸的甜的鱼肉味，然后加很重的姜味，然后过个不到1分钟吧，在你嘴里会产生一个很神奇的化学反应，变成一股很重的鱼腥味，以至于你以后吃什么东西都带股腥味。这才是这个西湖醋鱼最让人接受不了的一个地方。那一桌西湖醋鱼没到，一点没到，几乎没到。我发现所有的桌上的西湖醋鱼都是吃一口就没人再吃了。我真的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西湖醋鱼的受众是谁？真的会有人喜欢吃西湖醋鱼吗？杭州这边的住宿价格我觉得也还是蛮合理的。我们现在刚刚回酒店，现在小吕他们的这个3人的家庭房一晚是400多块钱，位置的话就在杭州东站附近，我觉得应该不算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蛮合理的。今天我们要去看黑刷悟空的艺术展，也是我们来杭州最主要的一件事。黑刷悟空这个艺术展的门票只需要60块钱，然后学生票的话半价，然后还送你一本原画集。我觉得那本原画集的价值已经大于60块钱了，所以说这个艺术展还是非常良心的。这个艺术展的门票一定要在网上预约，因为现场买票的人太多了，排队几个小时都不一定能买得着票。而且进去之前的话是要查2维码跟身份证2码合一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为了杜绝黄牛这些事情吧。这次来黑刷悟空的艺术展的话，我还是有一个想法的，就是要把我的黑刷悟空全成就，因为我只差打败碧水金睛兽，拿到3个大力铁角合成一个混铁棍，我就可以全成就了。所以说我要去找到碧水金睛兽的画，打败碧水金睛兽，然后再去混铁棍那里合成混铁棍。我们进到了第一个场馆，看到的第一样展品是一个金箍。这个金箍的话，我第一眼感觉是那个典藏版里面送的，我也有那个金箍。结果我一看介绍，这是一个24K 纯金的金箍。这个艺术展的话，喜欢黑刷悟空的一定要来看一看，里面有好多这个游戏里面道具的原型，然后还放了一个1:1的天命人模型。听说是以后这个模型可能会量产一部分，大家觉得这个模型如果要卖的话，卖多少钱合适？
然后这个艺术展的话，还把游客到目前为止得到的所有奖杯摆在了这里。最搞笑的是，关于 TGA 的奖杯，到目前为止听说还没有邮寄到，所以说他们只能用一个纸壳放在这代表 TGA 的奖杯了。然后关于黑沙悟空这个艺术展，我觉着最震撼的一个场馆就是这个灵吉菩萨的身体和他的头这个场馆了。这个身体的话，游客还专门给他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场景，就是真的非常的还原。然后灵吉的头是按照1:1的模型去做的，真的特别大，特别的震撼，而且各种细节做的也特别好，离着近距离了也完全看不出来瑕疵。其实有一说一，这个展馆里我最想要的就是广智的这个模型，感觉这个模型是我努力还能买得起的，就是不知道以后游客有没有机会把这个模型给量产化一下，真的巨帅。终于有一个有的。这个艺术展里有一个我有的东西，这个我真有。这里看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这里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关于他在黑沙悟空里面的经典台词是什么，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我觉得只要玩到盘丝洞那关的人，大部分应该都会知道吧，因为太魔性了。我觉得谁都想不到黑猴展上人气最高的居然是四妹，四妹的前面永远都会有一堆人拿着相机在那拍，我都丝毫挤不进去。哦呦，一坐就有显示。对啊，加技能点，加点。这就是碧水金睛兽，然后老板现在就差一个碧水金睛兽打完之后就可以白接了。当着碧水金睛兽打碧水金睛兽，当他面打他，一狼钻他一波，钻他一下。完了，来人了！啊！稳住啊，就差一丝儿了。我靠！啊！不是我打出好宝。还是我把号码打出来了。空了，就这么一丝，你怎么就碰不到它？可以，通关。当着碧水金睛兽面大过碧水金睛兽，拿到3个大力铁角，然后传承技。现在只差一个混铁棍了。刚刚碧水金睛兽面前打败了碧水金睛兽，现在到混铁棍面前各种混铁棍。哎。黑神话悟空的展我们逛了4个多小时，其实这个展并没有多大，但是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说，里面的每一个物品都值得细看。唯一比较遗憾一点就是我并没有完成全成就，因为我少了一件衣服，我不知道我少了哪一个衣服。然后现在掌机也没电了，算是今天的一个小遗憾吧，没有在这里完成全成就。但总的来说的话，今天已经算是玩得很开心了。可能生活中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完美吧，我们还是要学着去接受更多的不完美。今天这个展已经完美结束了，看完了，真的很精彩，但东西也不是说特别多。但是对于很喜欢黑沙悟空人来说，光是那一本艺术设定集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这一次我们来杭州西湖醋鱼吃了，西湖的龙井我们也要尝一尝。然后现在我们找了西湖旁边的一个茶馆过来喝一壶茶。我跟老板娘的话要了一杯最便宜的龙井和一杯最贵的龙井，最贵的要80块钱一杯，就为了给大家做一下测评，看看我们能不能喝出来区别。如果大家很好奇的话，就给我们投2个币回一下血吧，毕竟80块钱一杯茶，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喝过这么贵的东西。那现在问题来了，大家能分辨出哪杯是20的龙井，哪杯是80的龙井吗？看看大家能不能分辨出来。让我们来看这80的茶，来，由摄入简单，我先喝。喝起来怎么样？明显感觉味道一般般，没有很浓郁的香气。啊，没什么区别。没味儿。这个20的龙井呢，明显是带有一股陈茶味的。这个80的明前龙井呢，是没有任何味道的，只有一点点清新的味道。也有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喝不出来味道。但是就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2杯茶都是差不太多的。好像还真不太一样，这个就感觉很新鲜。对，只有清新的感觉。就比如说1跟什么1.3啊，就是1分钱1分货，1毛钱2分货。就这个概念，就是好一点，但是贵好几倍。这个道理运用在镜头上。我们这次来杭州玩了差不多有2-3天的时间，杭州给我的印象真的特别好，就是景区里面卖的东西都是跟外面一样钱的，然后饭店的价格也都不贵，没有遇到任何一次宰客的行为。然后西湖比我想象中的要漂亮太多了，尤其是晚上在西湖旁边走一走，感觉真的非常棒。
那现在时间也不早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吧。下一期我们就回归主线，回到店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求给我们投币点赞、关注一下，非常感谢大家。那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小李为了接你，还专门贴了几个贴纸。什么？一会儿下车你就知道了。小李未来发。感觉怎么不是什么好词儿？你的一脸坏笑。